世人都說武將難逃功高蓋主的魔咒，可這位手握重兵的大将軍卻奇蹟般的活了下來。為什麼同樣是漢代名将，韓信被滿門抄斩，周亞夫被關進大牢绝食而亡，此人卻平安終老呢？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位大将軍面對的皇帝，那可是比當初的漢高祖劉邦、汉景帝劉啟還要猜忌多疑，還要喜怒無常的漢武帝劉徹。當時魏青因為对匈作戰7戰7捷而官拜大將軍，權力和地位都高過丞相，成了真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你要是皇帝，你会不會半夜經常嚇出一身冷汗呢？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衛青當時不光權勢滔天，在朝堂上各種關係網簡直比這個蜘蛛網還要複雜呀。除了大將軍這個頭銜，他既是劉徹的小舅子，又是劉徹的姐夫，還是未來太子的親舅舅，真夠亂的。我們先簡單捋一下這錯綜複雜的關係。他的三姐衛子夫成了刘徹的第二任皇後，衛子夫的兒子，也就是他的外甥劉據，還被立為太子，未來皇帝的接班人。二姐夫公孙賀是堂堂的一国丞相，另外一個外甥霍去病是比他的战功還要顯赫的军神，被汉武帝封為骠骑将軍。他本人呢，还娶了刘徹的親姐姐平陽公主。哎呀媽呀，太可怕了！這人真要篡位當皇帝，那可是分分鐘的事啊！真是細思極恐。無論是誰坐到劉徹這個位置，估計晚上都會做噩夢，夢到衛青要謀反篡位的場景。要是心理素質差的皇帝，早就嚇尿了。可偏偏違反常識和邏輯的一件事出現了。劉徹這樣一個猜忌心很重、控制欲極強的專制帝王，他猜忌過丞相，懷疑過太子，可是對這個小舅子加姐夫卻從來沒有動過要殺他的念頭，甚至表現出了難得的信任。由此，衛青呢也在抗擊匈奴功臣名就之後，得以全身而退。划重點，全身而退，這可不是像漢諸名臣張良那樣拋開一切名利歸隱山林，而是他依然抵着大將軍的無上桂冠壽終正寝。那麼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衛青身居高位卻平安落地的生存智慧又是什麼呢？劉徹一生殺了7、8個丞相，為何卻偏偏放過了他？有人說那是因為衛青不同於一般的武將，他還是刘徹的男寵和面首。真的嗎？這種傳聞是否屬實？這可不是老曾瞎說的。司馬遷在《史記寧姓列傳》中曾經暗示過，司馬遷究竟說了什麼，我們會在後面揭曉。這裡是曾子航人物志，爭議人物重新解讀，不吹不黑，只講人性。歡迎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不錯過每一個精彩的歷史人物的重新解讀和解密真相。一個人的生存智慧離不開他的為人處事，更離不開他的成長歷程。也許有人會說這麼聰明絕頂的人一定是家學淵源，最起碼受過良好的教育。錯，完全錯。衛青呢，不僅沒怎麼讀過書，早年甚至是個文盲，而且他的出身卑微到難以想象。早年吃盡了苦頭，甚至一度被皇帝的丈母娘綁架，並差點撕票這是怎麼回事呢？這第3回會詳細講到。咱們先看看他的出身究竟卑微到什麼程度。確切的講，是一名私生子，還做過放羊娃，給大戶人家當過奴隸，小時候是受盡歧視。而且關於他母親的身份記載也特別的混亂。怎麼個混亂法？讓我們一起走進衛青混亂的原生家庭和苦難的童年，看看這位奴隸是如何最後逆袭成地位僅次於漢武帝的大將軍。衛青的父親身份很好確認，叫郑季，是個普通的小吏，在平陽侯曹壽家當差。一來二去，竟然跟曹府裡一個叫魏媪的女人私通了，還一口氣生下了3個兒子，都是私生子，其中老大就是衛青為什麼是私生子呢？因為郑季和魏媪都是各自有家的人。衛青的母親到底是什麼人？史记魏將軍驃骑列傳裡說魏媪是平陽侯曹壽的妾，但漢書衛青霍去病列傳呢，卻又說魏媪只是曹府的一個女僕，根本就不是曹壽的妾。在老曾看來，漢書的記載也許更可靠，衛青的母親是侯府女僕的可能性更大。為什麼這麼說？是想如果魏媪真是平陽侯的妾，郑季跟他私通也就罷了，竟然還生下了3個孩子。這3個孩子最初還養在平陽侯府，那你把平陽侯的臉往哪兒擱豈不人家侯爺的頭頂都綠出一片草原了？個人覺得漢書的說法應該更靠譜。
那為什麼《史記》裡卻說魏媪是平陽侯的妾呢？很有可能是衛青成了名，有了身份以後，為了提高衛青的出身，才有了這樣一個說法。到了《漢書》的作者班固活着的時候，衛青都死去100多年，衛家也沒落了，這種糗事再也沒有必要隱瞞下去了。魏媪應該在進平陽侯府當女僕之前，已經有了3女1子。這3個女兒當中，老三身份更不得了，就是後來漢武帝的第2任皇后衛子夫。只是衛子夫他爹是幹什麼的？後來是去世了，還是拋妻棄子，從此消失了？無論是《史記》和《漢書》均未提及。為了養活4個孩子，失去丈夫以後的魏媪只好進了平陽侯府，做了一名女僕。大概也還是為了生計吧，魏媪就勾搭上了侯府裡一個叫鄭季的小官。這一勾搭不要緊，魏媪又一口氣生了3個孩子，等於這個女人先後生了7個孩子。這種生育率叫我们如今不生的一些年輕人是情何以堪呢？如果隨父姓的話，衛青應該叫郑青，那為什麼不叫郑青呢？因為衛青他們3兄弟都屬於私生子，在他們出生之前鄭季已經成家立業，而且還有不止1個兒子。衛青出生以後一度和2個兄弟回到了父親鄭季身邊。鄭季的那些妻妾以及兒子們自然不把衛青3兄弟當作正常的家庭成員看待，而是把他們當奴僕來使喚。衛青每天只能幹一件事，放羊。可以說衛青不僅出身不好，童年過得也不幸福。後來碰到一個會相面的，跟衛青說，看你這面相，將來要大富大貴，搞不好還能封侯呢。這話說的衛青自己都不信，他就跟着相面說，人奴之生，得物吃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說，我生下來就是做奴僕的命，能少挨打挨罵就謝天謝地了，哪還敢奢望封侯呢？古人有句話講得好，叫莫欺少年貧。少年時代的衛青就生活在這樣一種狀態中，他周圍的人誰能料到這個人嫌狗憎的放羊娃日後會成為威名顯赫的大將軍，恐怕連衛青自己都想不到吧。那麼衛青的命運又是何時出現轉機的呢？接下來第2回你會看到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一個放牛娃轉眼之間成了皇帝的外戚，這是怎麼回事呢？等到衛青稍微長大一點，大概也不願意繼續在鄭家受這份窩囊氣，又回到平陽侯府投奔他母親去了。在魏媪的不斷求情之下，侯府就把衛青安排到了馬場，做了一名騎奴。別看還是當奴隸，這卻是衛青命運開始出現轉機的關鍵一步。為什麼這麼說呢？所謂騎奴不光需要照顧馬匹，還需要負責跟主人一起出門，跟在主人身邊侍奉。衛青成了騎奴以後，既練就了精湛的騎術和出眾的武藝，又在伺候主人過程當中學會了察言觀色、看菜下飯的本事。衛青後來受到漢武帝的賞識和提拔，有裙帶關係的因素，也跟他這2大看家本領有關。同時，私生子的身份讓衛青從小吃了不少苦，母親養不起，父親不疼愛，這種閱歷磨練了少年衛青的堅強和早熟，同時也養成了他謙卑而不張揚的個性。所以這個機遇常常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一個騎奴又是如何逆襲改命呢？衛青能夠上位，不可否認，首先跟他同母異父的姐姐衛子夫突然受到劉徹的寵幸有關。當時衛子夫也跟衛青一樣，在平陽侯府裡靠打工為生，憑着一副漂亮的模樣和不錯的嗓子，衛子夫成了一名歌女。每當侯府有貴客光臨的時候，衛子夫都要出來一展歌喉。這一唱不要緊，竟然把皇帝給吸引來了，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建元2年，公元前139年的春天，劉徹過訪平陽侯府。劉徹的親姐姐也是衛青和衛子夫的主人平陽公主，預先準備了10多名美女，想趁這個機會都進獻給弟弟。偏偏這個劉徹眼光高，一個都沒看中。擺開酒席之後，公主才叫衛子夫出來唱歌助興。劉徹一見衛子夫，渾身的腎上腺立刻進入爆表狀態，當晚就在王府跟衛子夫發生了一夜情。回宮時乾脆連衛子夫也一起帶走。古語一人得道是雞犬升天，衛子夫受到劉徹的寵幸以後，他的幾個兄弟包括衛青在內都被提拔了。誰也想不到這騎奴衛青一夜之間成了外戚。不過這個皇帝的小舅子身份一開始並不值錢，只是在皇宮裡做一名普通的保安，負責保衛建章宮。為什麼？因為皇帝寵幸的女人多了去了，衛子夫剛進宮的時候也不過是一名普通的妃嬪。沒想到
當衛子夫替劉徹生了一個女兒之後，出了一件意外的綁架案。這個綁架案反倒成了衛青被進一步提拔和重用的催化劑。這個被綁架的人竟然就是衛青，綁架他的人，衛青估計打死也想不到是當今皇上的丈母娘竇太主。這是怎麼回事？丈母娘幹嘛要綁架衛青？請看第3回。皇帝的丈母娘之所以派人綁架了衛青，那是因為卫子夫的突然得寵和诞下公主，引起了皇后陳阿嬌的記恨。作為皇後陳阿嬌始終不能給漢武帝添個一男半女，加上她一向驕縱善妒，自己生不了孩子，看到別的女人給皇上生了孩子更受不了。自從衛子夫進宮以後，給劉徹生了一個女兒，陳阿嬌就徹底失去理智了，決定要報復。怎麼報復啊？他找不到機會對衛子夫下手，因為衛子夫和他的女兒正處於嚴密的安全保護之下，他只好找到自己的母親竇太主哭訴。竇太主聽說衛子夫有一個弟弟衛青在建章宮當差，他馬上派人去建章宮綁架了衛青，還想要直接殺了他，並以此來恐嚇衛子夫。這事很快驚動了漢武帝，劉徹一聽勃然大怒，馬上派人把衛青救了出來。他知道竇太主表面上綁的是衛青，實際上是衝着衛子夫而來，但同時劉徹又沒法進一步去追責。為什麼？畢竟那位竇太主既是他的丈母娘，又是他的親姑姑，還是當時大權在握的窦太皇太后唯一的女兒。劉徹當時的苦悶你了解吗？年仅16歲的他登基初期就被各種外戚勢力所架空，首先是奶奶窦太皇太后一手遮天，又有自己母親王太后的弟弟田汾出來干政，就連他的皇后陳阿嬌和母親窦太主也想來分一杯羹。這些人爭權奪利，沒把一個少年天子放在眼裡。劉徹突然意識到必須要培養自己的嫡系人馬。衛青沒背景，人厚道，武功強，又是自己寵愛的妃子衛子夫的親弟弟，不提拔他，提拔誰呢？從此衛青的人生便踏進了快車道。先是被提拔為侍中，成了刘徹的近臣，又過了段時間，衛青又被提拔為太中大夫，可以直接參政議政。此後10年，衛青一直待在劉徹的身邊，一邊保護皇帝的安全，一邊努力學習和提高自身的技能。對於衛青來說，關係只是一塊敲門磚，但進了權力中樞以後，怎麼攀爬，那就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了。衛青不是讀書人，舞文弄墨並非他的長項，曾經的騎奴身份讓他在武功和騎射方面顯露出了驚人的天賦，加上在劉徹身邊10年的歷練和打磨，衛青摩拳擦掌，準備在戰場上大展拳腳了。很快機會就來了，這就像一個演員遇到了一個好的劇本，馬上就要大放異彩了。衛青也將登上他的歷史舞台，成就他的輝煌傳奇。那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會呢？隨着竇太皇太后的去世，漢武帝開始親政，對待匈奴的政策開始由過去的被動防禦改為主動出擊。元光2年，公元前133年的馬邑之謀拉開了漢匈之間由河道戰的序幕。可惜第一戰準備不足，失敗了。接下來的第二戰便至關重要。元光6年，公元前129年，匈奴又來南下騷擾。劉徹派出4員大將率軍反擊匈奴，其中1員就是衛青，他被拜為車騎將軍。作為一個從來沒有上過戰場的新人，衛青的表現如何呢？簡直可以說是出人預料啊！他不僅帶領部隊打到龍城，還斬首700，可謂是一戰成名。雖然殺敵不多，但是龍城的政治意義非常重大，那可是匈奴的聖地，是匈奴各個部落舉行祭天儀式的地方。而這次出征的其他3員大將，公孫賀無功也無過，公孫遨和李廣都被匈奴打敗，號稱飛將軍的李廣還被匈奴給生擒了，虧得身手矯健跑了回來。相比之下，初出茅廬的衛青卻首戰告捷，迎來了開門紅，這就相當於昭告天下，漢朝是可以打敗匈奴的。這可是漢匈對峙100年來，漢朝正兒八經第一次打了勝仗。有人覺得難以理解，在這次戰役當中，像身經百戰被敌人稱為飞將軍的李廣都被匈奴打敗了，衛青只是奴仆，又是第一次和匈奴作戰，他怎麼反倒旗開得勝，有點不可思議啊。对此，歷史學家司馬光有一番總結：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財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族有恩，重樂為用，有將帥才，
故每出則有功。司馬光的意思是說啊，衛青雖然出身微賤，但善於騎射，才幹過人，跟士大夫交往能夠做到礼賢下士，對士族很關心，因而大夥都願意接受衛青的調遣。衛青本人有将帥之才，每次出擊均有立功的表現。在這裡啊，司馬光充分肯定了衛青的3大才能：一是軍事才幹，二是平等待人，三是關心士兵。但不可否認，衛青此番一戰成名也有運氣的成分，具體體現在他率領部隊長驅直入過程當中一直沒有遭遇匈奴主力。真所謂運氣來了，門板都擋不住啊！接下來有更大的好運在等着衛青，你知道是什麼嗎？龍城之戰後的第2年，也就是元光5年，公元前130年，衛子夫因為生下刘彻的长子刘据而母凭子貴，取代陈阿嬌被立為皇后。衛青作為皇帝的小舅子，也得到刘徹更大的信任和重用。隨着汉武帝拉開反擊匈奴的帷幕，出戰告捷的衛青逐漸成為抗擊匈奴戰場上最重要的一員戰將。所謂英雄不問出處，他一生7征匈奴，7戰7捷，無一敗績，令匈奴人是聞風喪膽，可謂戰功赫赫。從此大漢的一顆將星冉冉升起。衛青的突然崛起，除了前面提到的他的卓越的軍事才幹，以及善於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的優良作風，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因素，你知道是什麼嗎？沒有這條，衛青可能也就一直貓在後宮，最多當個皇帝身邊的衛隊長。那就是衛青這匹千里馬算是真正遇上伯樂了。這個伯樂就是漢武帝劉徹。劉徹為何大力提拔衛青？除了前面提到的，劉徹需要扶持新的外戚，對付一直瘋狂干政的老外戚窦家和王家，出身贫寒的衛家自然成了首選。當然，包括衛青的外甥霍去病也後來居上，還跟當時的时代背景有關。劉徹那會兒年輕氣盛，對待匈奴態度已經由漢初幾代皇帝的和親改為仗真，由過去的被动挨打改為主動出擊。而反觀李廣、韓安國那些抗匈老將，早已暮氣沉沉，守城可以，主動進攻呢，恐怕是難以胜任。皇帝需要新鮮的面孔，幫他開闢漢匈戰場的新局面。衛青年輕英勇果敢，敢於出擊，不墨守成規，又是他的小舅子，長期跟在身邊能夠深刻地領會自己的戰略意圖。衛青果然是青出於藍，跟匈奴作戰像插向敵人心臟的一把尖刀，鋒芒而銳利，而且兵貴神速，善出奇兵。由此衛青的地位和名氣也如火箭般竄升，在軍中的威望是與日俱增甚至滿朝文武都對他是畢恭畢敬。沒有劉徹敢用新人的魄力和封賞外戚的急切心情，衛青不可能成為一名抗匈名将。我們不否認衛青的軍事才能，可是我們也必須承認，機遇有時候比才能更重要。哪怕衛青有再大的軍事才能，也必須有一展拳腳的平台。漢武帝給了衛青這麼一個平台，衛青也牢牢抓住了這次機遇。可以說，歷史選擇了衛青。元朔5年，公元前124年，衛青第4次率軍出擊匈奴，打敗了匈奴的右賢王，俘虜敵人15000多名，繳獲的牲畜更是多達幾百萬頭。漢武帝直接派使者到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而且規定以後凡是出擊匈奴的軍隊都統一歸衛青指揮和調度。此時衛青的聲望也是如日中天然而危險也隨之而來。我們不要忘了，漢代開國至今已經有2位擁有赫赫戰功的武將慘遭皇帝的猜忌和殺害。一位是高祖時代的韓信，這個我們之前做過他的長視頻，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再去看一看。一位是景帝時代的周亞夫，這個以後也會專門去做。衛青是否能夠逃脫功高蓋主的魔咒呢？請看下集，將為你拆解衛青獨一無二的朝堂生存智慧，乾貨滿滿。這裡是曾子航人物之爭議人物重新解讀，不吹不黑，只講人性。別忘了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下期繼續講透那些為歷史誤會的